Hello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旅游浪人 Kobe。上一集我们介绍到长荣航空的里程，这一集我们来聊聊中华航空，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华航。它同样是国际航空的霸主，尽管载客量跟长荣相比稍微低了一些，但以直飞航点来看，华航反而略胜一筹。加上2026年改制后，在里程兑换或转让上有许多的亮点，里程价值也很不错。在长程航线的机票兑换上，每里的价值也常常可以超过1元。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破解华航的华价里程计划。华航的票真的有比较好开吗？如果你想知道如何聪明的收票，省下数万元机票钱搭乘华航商务舱，请立刻帮我按下订阅，跟着 Kobe 一起看下去吧。那要怎么样取得华航的里程呢？官网买里程。虽然华航也跟长荣一样有里程特卖，但却是在2025年改制之后首次推出的里程特卖活动。官网贩售里程的价格最低来到0.71元一里，亮点是你可以跟亲友一起凑里程合并使用。例如，你差10万点可以开出机票，你自己购买5万里，亲友也购买5万里，就可以透过里程转让的方式，让你凑出10万里，并开出里程票。这方面跟长荣相比，华航的里程计划就更有弹性了。简单的来说，华航的自由里程可以跟转让获得的里程合并使用，但长荣的里程计划就不行，这个是一大亮点。跟其他人买里程，跟长荣航空里程一样，华航的里程也可以在里程交易社团中获得相关的交易资讯。虽然跟社团中的卖家购买也是一个获得里程的方式，但 Kobe 在此再度强调，不大建议使用这种高风险的方式，不管是交易中或是交易后，都有可能出现问题。近期有许多的灾情传出，由于诈骗频传，航空公司会稽查里程转让的活动，一旦判断有异常，会要求你提供当初卖家的资讯，例如护照跟切结书等。也就是说，跟其他人购买里程的这个管道呢，风险提高了。这边再请各位观众审慎评估后再进行。信用卡获取里程，在前一部影片中有观众询问中国信托的华航联名卡是否值得办 c o b i l 在这边整理了我觉得值得考虑申请的信用卡，提供给各位参考。第一张 HSBC 汇丰旅人卡分为无限卡、预习卡与轻旅卡。无限卡年费为8000元新台币，预习卡年费为2500元新台币，轻旅卡则是免年费。详细的资讯 c o b i l 整理在荧幕上，提供给各位参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汇丰旅人卡的亮点在于近期旅游积分兑换华航里程由2:1改为1:1，代表使用汇丰旅人卡累积华航的里程更快了。但申请条件为年收入70万元以上，或是月薪5万元以上。各位观众可以评估后再决定要申办哪种卡片。第二张中国信托华航联名卡分为顶尊无限卡、璀璨无限卡、商务预习卡，名字听起来都很有尊荣感。顶尊无限卡年费为22000元新台币，璀璨无限卡年费为8000元新台币，商务预习卡年费为2200元新台币。内容非常多 c o b i l 也在荧幕上整理成表格，提供给各位参考。如果你是刷卡大户，国内国外的消费惊人，汇丰无限卡跟中信顶尊无限卡就是你的好选择。加上这2张卡的首刷礼，绝对可以让你补很多的里程。如果你是小资族，想要进入里程的世界，但你也想保留一点弹性，而且你没有一定要搭特定的航空公司，加上如果你出国旅游的话，也不大想特地研究哪张卡回馈率比较高，那么汇丰预习卡会是你的好选择。如果你是华航爱好者，出国必搭华航，请申办中国信托华航联名卡，根据自身财力或是旅游的频率选择适合的卡片。例如，出国一年次数6次或是以上，就可以选择顶尊无限卡，这样就可以享有最完整的优惠哦。2026年即将过完一半，6月30号后，信用卡的权益可能开始会更新，也可能维持现状。c o b e l 将会依据不同航空公司的里程计划做成一个大整理，推荐你应该选择哪种卡片，消费多少能够累积到一张机票。c o b e l 会在旅游浪人系列的第12集进行大解析，还有2集我会加速出片速度，敬请期待。搭乘飞机获取，如同先前的长荣里程介绍，这个方式累积最慢，需要透过频繁的搭机才能取得较多的里程，一般的小资族比较不适用。但如果你是结合信用卡获得的金卡汇集的话，速度会加快许多。以长程航线来看，台湾飞美国、加拿大、欧洲都适合。c o b i l 最推荐的是台湾飞欧洲，
尽管需要的里程跟长荣相比会多1万里，但里程的价值仍然很不错。以台北飞法兰克福为例，我随机搜寻了暑假旅游商务舱的来回票，价格为225175元，扣除税金后的票价为213399元。使用里程兑换的话，每里可以发挥出1.33元的价值。回到各位观众最关心的议题，就是华航的里程能不能成功开票？我们进入到实战的查询环节。假设我要在暑假旅游旺季出游，过几周就要出发了，想要用里程开出2张的商务舱机票，到底能不能呢？我进入到华航网站，针对欧洲、美国、加拿大、澳洲的航点进行搜寻，搜寻下个月，也就是7月份的筹订机票的商务舱空位，人数为2人。我化身为查票狂人，疯狂的查了下个月暑假旺季的票，直接给大家看这张残酷的阶级表，结论非常的惊人。请把你的华航里程用力的砸在欧洲线，你看最高级别的布拉格跟维也纳放票率高达7、8成，法兰克福也有快7成。反观每家航线，除了温哥华还有45%的机会，西雅图、纽约直接挂零，纽澳线更是全军覆没，几率为零。想去这些地方的朋友，千万要提早大半年规划，不然里程真的会变成看得到吃不到的数字。另外，可能有眼尖的观众发现，华航有跟澳洲航空合作，你可以使用华航里程兑换澳洲航空酬宾机票。亮点在于来回商务舱只需要7万里，适用于定期自营航班及由澳洲航空营销并由其子公司所飞航的航班。Cobell 致电华航客服后，确定这张票没有办法从台湾出发前往澳洲，想透过澳洲航空出发，临近的台湾航点为香港、马尼拉、大阪、东京。撒谎。比较可惜的是 c o b e l 请华航客服协助查询。以东京飞雪梨来看，不论日期远近，能够找到的票都是经济舱，商务舱的票都找不到。尽管所需的里程数较少是一个亮点，但澳洲航空没有放出足量的机票给伙伴航空的话，里程也很难发挥出价值。会建议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尝试看看日本以外的航点，前往澳洲，提供给各位参考。网络上有许多里程玩家指出，华航的平均机龄高，华航的座机型 A330，他们的商务舱被笑称是牙医床。试想一下，好不容易你凑满里程想飞个东京或是福冈犒赏自己，结果一上飞机看到 A330的老旧荧幕跟牙医床，那个心情真的会瞬间跌到谷底。有鉴于此 c o b e l 做了许多调查，发现这些旧机型大多直飞台湾北部出发，前往到亚洲的航点。以近期数据来看，台北松山飞东京羽田，台北桃园飞马尼拉，台北桃园飞福冈，都有非常高的机会做到 A330。详细的表格 c o b e l 也放在荧幕上，提供给各位参考。以下是 c o b e l 的综合评比，提供给大家参考。总结来说，华航的里程玩法跟长荣相比简单又直接，虽然花费里程数比较多，但在换票上比换长荣的机票更容易。关于华航里程票，你有换到什么超值的机票吗？又或是你有没有不小心踩雷，搭乘到怀旧商务舱的经验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。我是 Cobell，一个致力于帮你省钱、带你飞更远的旅游浪人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